好，我们立刻来关注一下土耳其的大选结果出炉。埃尔段或者是埃尔多安哦，有不同的翻译方式。那他现在赢得了连任，马上这个拜登啊、普丁啊也都给予祝贺哦。他在第二轮的选举赢得了52.13%的选票，确定获胜。那当然，这个普丁啊，他第一时间就是祝贺啊，这个致电祝贺。他说，埃尔段的胜选是他努力工作必然的结果。拜登也在 Twitter 上面来祝贺啊，就说期待作为北约盟友继续合作。那其实之前这个拜登啊，也是对于他就是土耳其留在北约很头痛啊，因为常常都会唱反调，不赞成这个人加入北约，不赞成这个人加入北约哦。那所以埃尔多安在当时在竞选的时候啊，他都一直在讲拜登下令要推翻我。那他这一回甚至还讲说，这个投票箱会给拜登一个答案哦。现在答案就出来了，他这个顺利的连任。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牛弹琴，他提到了，他说啊，西方很失望又无奈哦，但是还是不得不赶紧哦，就给予祝贺，因为其实土耳其占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方门户交流的一个角色，它横跨欧亚，北临黑海，南绕地中海，然后西方呢这个接到了爱琴海，这是连通这个欧亚的一个桥梁，而且它也是呢在这个美国的协约国中少数拥有投资入籍项目的国家，持有这个土耳其的护照就可以申请美国的 E2 签证哦，实现快速赴美投资哦，也可以申请美国英国的这个永久的居住权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的高层交流看起来好像还是卡住哦。虽然王文涛有跟这个戴琪这个贸易代表，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已经有这个商务部长级的见面，但是呢，你再往下看，就比方说外交首长级的布林肯跟秦刚，或者是国防部长奥斯汀跟李尚福，甚至元首级的拜登、习近平的见面，恐怕都还很遥远哦。因为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可以去美国跟你谈，但是我没有那么欢迎你来到中国大陆。那什么样的人是他们比较欢迎的呢？现在在上海这边非常的热闹，包含了土耳其中国商务理事会的主席哦，也都去到了上海啦，来出席这个2023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协会哦。他说希望这个土耳其，因为现在已经确定埃尔多安的这个连任了嘛，那他说希望这个土耳其的水果跟蔬菜呢，也都能够更增加出口到中国大陆哦。那沙特阿拉伯也传出申请进入这个金砖银行，金砖银行的总部也是在上海这边哦，总部在上海。那另外还包含了小摩，就是摩根大通之前救了这个摩根士坦利的这个小摩根大通，他们现在执行长也跟这个季辛吉，还有一群这个中美企业的一些领袖，本周就在上海这边举行高峰会哦。那季辛吉在5月27号刚满这个100岁啊，环球时报就说啊，季辛吉证明了中美是可以双赢的哦，不一定要这样子竞争啊。那季辛吉其实他这一次接受了这个媒体的专访的时候，他讲到非常多的内容。他有提到，他说其实美国有2届总统哦，包含了川普跟拜登哦，都想要促使中国让步，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世界的经济是非常难跟中国大陆脱钩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尼尔森的报告，2022年哦，中国的银联卡呢，全球的交易比例已经超过了 Visa， 首度超越了 Visa 哦。2022年你看到了这样子的银行总交易额哦，美国 Visa 卡是14兆，而银联卡呢交易额是16兆哦，所以整体来说它已经是超车了这个 Visa 卡了。还有你看日经都在讲啦，讲说美国现在有点后悔在 IMF 里面阻挠中国，甚至还有人在讲说，中美现在看起来是政治冷，经济热。但是经贸呢，可能现在是中国的一个压舱石哦，政治上面很难对话，但是经贸这个压舱石绝对不能动摇。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压舱石是他对自己的发展啊，所以自己要先搞定嘛。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这是习近平的话啊。可是他对于外在的情况他是掌握不住的啦，然后对美国目前的状况，坦白说也是充满不确定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最近王文涛去 APEC 部长会议，那见到 Raimondo 商务部长，还有贸易代表戴琪嘛，讲了半天，只有一点有共识，就是我们继续维持沟通管道，对，继续沟通，就只有最大的共识。对啊，就只有这一点有共识啊。那其他具体的啦啊，比如说出口管制啊，然后半导体的制裁啦，基本上都没有回应啊，301条款啊之类的，通通都没有回应啊。
所以坦白说，这表示中美的分歧已经不是商务部长跟贸易代表可以做决定了，恐怕是拜登的问题了就拜登要不要拍板就是这也不是布林肯也不是苏利文因为这个就广义的，你拜登到底要怎么走啦？因为拜登你要知道，他竞选的时候，他跟贺锦丽都公开批评川普的关税的贸易战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战术那个人家听起来就觉得说，只要政党轮替，大概贸易战就会停止结果他现在执政2年了，贸易战完全没有停止现在是不是不论谁上来都一样？他们就是这个整体美国的氛围就是如此。我觉得坦白说了，美国从来不是民意在决定外交啦。如果民意真的在决定外交，那基辛格就不会去中国了。当时美国的民意也是反中的基辛格还不是一样去中国？那美国你也知道，他基本上是精英政治啦。我说外交啦，比如说基辛格去了中国，然后美国的各大媒体就开始吹风那吹风然后就开始接触嘛，然后美国就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的印象。所以美国外交不是这样的，完全是我用了我的概念叫做拜登的左脑在打右脑，脑子打结，就他自己排不了版，自己抓不住方向。比如说你调了一个国防部的人来当商务部副部长，所有的科技战都是他发动的。然后你叫那个罗德岛州长出身的 Raimondo 来当部长，根本被架空嘛。坦白讲，那个科技制裁 Raimondo 绝对不是专家啦。那你已经制裁了人家600多家企业，结果现在中国大陆才对美光，而且只有针对那个供应链那个部分骨干设施做制裁，那个大概占美光的在中国大陆的营运只有10%，那结果你看嘛，这个你就看到美国吹2种调子那个科比出来讲说这个不会影响美中的这个良性的进展，那你看那个 Raimondo 怎么讲？他说中国这样做就是经济胁迫，我们必然要有所回应。你去制裁人家600多家企业，不叫经济胁迫人家才制裁你第1家就叫经济胁迫。那个双标未免玩太大了。美国比较容易受伤。美国这个双标远超过蔡英文跟赖清德的水平。民进党远远跟不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双标大到惊人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都是这样思维，那中美要往前走，这非常困难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美国的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看得出来美国人的手段。美国政府从川普一直到拜登，他们的手段就是采用极限施压，然后要逼得中国屈服。要逼得中国让步，但是他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一招对于习近平来说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不实际，因为中国不可能屈服，也不可能让步，所以他们一直在奉劝他们的政府说，你不要再用这一招了，这一招对习近平是没有用的，放在他的身上一点用处都没有，要改变吧。那美国的政府也跟欧洲的政府，尤其是 G7， 他们的政府一直希望跟中国大陆脱钩，后来发现脱钩脱不成，又改用一个名词叫做去风险化。那去风险化，大家也听不太懂这什么意思。但问题就在于，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美国也好，德国也好等这些政府，他们希望他们的企业少到中国大陆去投资，那他们把它称之为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可是我们看到欧美的企业，他们却很实际的知道中国的市场不可缺，因此大众加码到中国投资，还有这个德国的化工厂再加码100亿美元到中国来投资，然后美国希望把欧洲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些电瓶商把它掏空，所以搞了一个抗通膨法案，补贴那些电瓶商。结果欧洲气美国气到不行的时候，欧洲把门打最开，中国大陆的电瓶商
就到欧洲去。现在目前在欧洲投资最大的就在德国跟法国，对啊，投资最大，而且超过它的整个全球投资总额57%。那也就是说，欧洲把它的土地整个拉出来，他说我们要绿化的话，我们只能依靠中国。你看这中间的美国跟欧洲的矛盾，还有中国的这个欧洲的政府跟中国大陆，还有跟他们的企业之间的矛盾，整个都乱得一塌糊涂。那所以郑亮才会用形象比喻说，他们的左脑都跟右脑都在打架，就是打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还是按部就班的在走它的路。那为什么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说按部就班的走它的路呢？你看，要同意跟雷蒙多跟戴奇会谈，其实我想大陆早就预备好了，因为 APEC 一定会去美国，那美国的这2位一直说要跟王文涛会谈，那王文涛所以决定权在中国嘛，所以我要不要跟你要不要跟你会谈，决定权在我，我说要，那就会谈的。可是就在会谈前就宣布对美国的制裁，难道不是故意的吗？那也就是说，告诉美国人说，我不是没有筹码，我有筹码，我可以一样一样的来。那现在这只是第一样，可是你看，当美国这个国家，他的心有多玻璃，脆弱到不行，一旦一个美光被制裁了以后，他们的玻璃心就碎了满地，然后就开始哇哇叫了。所以连他们的美国的记者很多的时候也都看不下去了，说你制裁人家639家，马修里，对不对？然后你才被制裁1家，你就哇哇叫，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的政府真的很脆弱，所以他也把他的底线露出来了。你现在制裁第1家，你再来制裁第2家、第3家、第4家，一直下去的时候，你看美国的政府要不要跟你谈？好，来请教舰长。这一次土耳其的选举啊，其实我倒蛮有兴趣的，我也比较关注一点。那如果拿我们的心态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说选民注重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们注重经济嘛，对不对？牛肉在哪里？那这一次土耳其其实它经济状况非常非常之差。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一个数据说，他们最近呢5年它的币值贬了450%，它的通膨最近将近100%。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台湾掌权，那这个人掌权了20年哦，他在台湾掌权20年，然后最近几年经济糟到这个样子，你认为他在这里会选上？我觉得他一定选不上。可是为什么他选上了呢？因为他很会操作一些叫做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叫他这个精神鸦片好了。我看到他那里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政府哦，我正事做不了。可是我搞的那种有的没的任务，你说你看台湾又站到世界了，台湾现在领导人又可以到处走了，那些方面有时候，除非你的经济遭到他要饿死，只要他还能活下去，他觉得那一方面可能是很重要的。那我看到土耳其，我是觉得这次选举你也真的要是小心一点，不要认为说哦，经济方面这个民进党没有搞好，他可能错了。民进党一直在搞的是精神鸦片，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也从这个土耳其这个总统他这一生经历里面，我感受到一件事情，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贫苦出身的，他刚开始掌权的时候也很接近基层，锐意革新，带给国家很多的希望。然后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巩固，他就越来越腐败。我说的腐败，就是他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别人威胁到他的权利。他现在的做法。好比说，他掌握了整个的土耳其90%的媒体，任何人你去讲他的不好的话，他基本上是把你封杀的。那我看到他，我就觉得说，他跟民进党的过去30年的几乎经历是一样的。他也是大概从30年前当土耳其的那个一个市长，然后一直到今天掌权20年，然后你就看到他越来越不能失去权力，这就是权力让人腐化。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腐化，而且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希望民进党的人听到我这句话：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有一天你成为你年轻时候痛恨的那个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 C919啊，现在真的是在大陆的一些社群网站上面啊都霸屏了，因为大家都在关注说，哇，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是一个中国制造的一个里程碑哦。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919的大型客机的商业首航成功哦。你可以看到这个首排4乘客，包含了民航局长这个宋志勇，还有这个中国商飞董事长贺东风，还有东方航空总经理李仰明，以及工信部长金壮龙就坐在第一排。因为过去 C919在研发的时候，有些网友会在那边说，哎呀，出来之后让领导先坐啊，所以这一批这个乘客名单，他就说，对，我们就是真的这个领导们就是展现信心，就坐在第一排，让大家知道说对于中国制造的信心啊。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啊，他们在这个机舱里面啊，乘客们很开心啊，举起了这个5星旗，还唱歌，就说，哎，这个歌唱祖国来庆祝。因为对于大陆来说非常振奋哦，这是他们说继高铁之后新的一个中国制造，这非常露脸，也是让他们非常就是觉得新的一个里程碑，非常值得欢庆的一件事情哦。那他们这个票价不断在飙升，很多人都很想要赶快去体验哦。据说经济舱呢可以吃到的是这样子5福临门的飞机餐，有辣味的煲仔饭，还有东航特制的巧克力酥饼，以及呢这个芒果布丁，还有3色的水果拼盘。另外呢还有说有一个亮点，这个是网红级的大白兔牛奶啊，他说大白兔牛奶就是象征说我喜欢你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啊，特别放在其中，说上海才买得到呢。那商务舱的飞机餐哦，还有好多种哦，比方说有这个鸿运当头狮子头啊，还有金玉满堂这个蟹粉虾仁啊，讲的都饿了，还有紫气东来哦，这个文火牛肉哦，所以中国大陆的网友就讲说啊，除了这个 A 就是这个空巴，还有 B 波音之外，以后还有了 C 就是中国商飞哦，所以他们的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评论啊，都讲说这个叫做中国制造的一个新名片。那我们来看到这个西方哦，当然也有一些来自竞争对手 A 跟 B 的这些祝贺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B 就是波音的祝贺图哦，人家这样看到说，哎，你就这样子一个波音的这个橘色底啊，然后讲说啊，在 C919这个成功商飞诚挚祝贺。他说，你没有比这个空巴有诚意啊，你看看空巴还配了这个插画啊，就是还有这样很细微的一个比较哦。那甚至呢，你看葛莱仪还在 Twitter 发图哦，就是在酸什么？他说 C919只有这个机翼呀是中国制造，马上就被打脸啊，就说才没有呢，有将近60%哦，包含了机头、机身、机尾、机翼哦，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哦。那当然也有一些关键的零组件是来自于这个外国的企业。那所以呢，他说现在全球采购是民航机制造的一大特点，包含了空巴啊、波音啊，供应商也都是来自全球各地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你葛莱仪在酸什么啊？那光是这个飞机哦，已经在中国自行组装。全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就已经不多了。换句话说，这个 ABC 霸占航空市场的年代是不是已经来到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航空业哦，自从这个国泰事件之后，人家就在那边讲说，哎，南航的新加坡地勤竟然也辱骂中国大陆的旅客哦。我们来听一下。他做一条狗的话，那我可以当你成一条狗，就容易。你是狗，你是狗。很容易的，谁是狗？说清楚。人家在这里解释东西，你就来插。说清楚谁是狗？是不是？谁是狗？把刚刚话说清，再说一遍。Say it again. Who is dog? 做文都不会做。Who is dog? Say. 所以南航就赶紧啊，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哦。南航就讲说，该人员言语使用严重不当，已经启动了这个相关的调查了。但是美国的达美航空的机舱服务人员哦，也被投诉哦，就称中国黑手党这样的一个用词哦，也引发了众怒哦。所以这个美国的达美航空哦，他们就是有被这样投诉的事情，那马上就也进行了相关后续的处理。就是毕竟航空你是服务业嘛，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歧视的一些用词，或者是说，哎，人家不会讲英文，你就要这样子，好像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你要赚这样的钱，你也必须要尊重这个顾客，这是待客之道嘛。所以 C919也成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名气的一个出口。再来，这个中国大陆的科技哦，看起来也是10年河东，10年河西哦。在之前2011年的时候，马斯克讲到了比亚迪啊，是讲说，哎，你看到他们的车了吗？我才没有把比亚迪当成竞争对手。而时至今日，他改口了，他讲法
是说，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哦。比亚迪他们的现在汽车竞争力很强，所以现在看出来，不论是飞机也好，不论是汽车也好，中国大陆在各式各样的科技产业都是在用弯道超车的速度在前进当中哦。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当然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所以才要开始不断的有所制裁。那我们也看这个习近平最新的讲法，他说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他说有3个不能：第一个不能等待，不能观望，不能懈怠，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哦，还有产业改革的一个新的机遇，全力的往前冲刺了。我们来问一下两个。这个 C919当然它未来那个核心零组件，它的自制率要提升啦。因为你算零组件，那它当然有自制，说国产化60%，可是人家会问说核心的部位它占多少？那事实上很多国家刚开始发展大型的，比如说汽车啦，或者是船舰啦，一开始都有这个现象啦。事实上，波音跟那个空巴啦啊，它核心零组件都是自己做的，然后它才开始把其他的地方外包。那 C919有点倒过来，有点倒过来。可是就是说，这个还是会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竞争力啦。就是说，它目前的牌价虽然是9900万嘛，可是事实上那个是牌价，到时候销售起来，我认为至少会便宜2成，一定有杀价的空间啦。那它就是内装嘛，内装看起来是比较舒适啦。那目前是中型客机的竞争啊，我是觉得。基本上，它还是要营运相当一段时间，在国内成熟之后，那才有可能从周边这样慢慢出去了，大概是这样了啊。不过我是觉得，这种中型的那个民航客机，事实上技术都非常成熟了，所以只要4航证下来，那个安全基本上都不是问题了。所以他大概就会去强调他的服务啊，等等等啊，这个好像那个中国大陆做的那个。他现在新追上的汽车嘛，因为开过中国汽车的人就会觉得，那它的内装啊等等啊，事实上有很多都比别的国家的汽车要好。那因为那个技术大概都已经均等化了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它未来应该会逐渐对波音跟空巴的中型客机造成压力，不过不会立即发生啦。它大概因为现在也才刚开始，至少它国内采购就有大概2-3千架，大概要先从国内市场的饱和啦，然后因为目前它航程还有一定的限制嘛，所以搞不好会在东南亚做起啦。就是如果真的慢慢出去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啦。当然，那个葛莱仪为什么会突然来写这个留言，我也蛮怪的哈。他惹这个干嘛呢？是不是因为有人误以为他支持柯文哲啊？所以他要赶快写一下说我是反中的我是反中的那定位一下，表示他还是支持赖清德这样。事实上，葛莱仪支持赖清德，大家都嘛知道，这还用说吗？事实上，我跟你讲，柯文哲去华盛顿的时候要拍照，我们就没有看到他跟葛莱仪的合照啊。事实上他们也有见面啊。那为什么没有合照？这个我就保留一点空间让大家去想一想吧。有秘密要说当然是喽。所以是他那个留言跟柯 P 在那边斗嘴嘛。所以因为很少那个美国的智库的人会针对 C919突然跑来留言。对啊，这太罕见了啊！我是觉得显然就是台湾有一些这个网络讨论什么余波荡漾嘛，说你怎么可以暗示？这个北京好像比较喜欢柯文哲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暗示呢？所以他就赶快说，我是跟北京不搭嘎的你看我立刻发文来酸他对不对这种酸文上网络到处都是可是大家，我跟你讲，因为民航机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业啦，所以你那个中国大陆做出战斗机了，那逐渐不计成本开始做自己的发动机那这个因为这是商用的就牵涉到商业竞争，你的性价比的问题，所以这个跟战斗机不一样。就中国大陆战斗机自制率这个都不是问题，可是这个东西民航机你只要牵涉到，你就牵涉到你的性价比，对，你的商业竞争力，这个跟
你能不能做出来是不一样，是你做出来然后价格还要有一定的水平，这样才有办法。好，来问赖老师。波音本身的引擎也是外购的了，哈，有一部分是向英国购买。那空中巴士本身的引擎也不是自己能够制造的，哦，也是跟法国的另外一家公司来购买啊。所以我觉得本来这种大型的客机，要100%的全部自制，这基本上不实际，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大型的客机一旦做起来了以后，它基本上是安全。所以才会给4航证。然后，如果还有人说不安全，那这些人是太没有科学的知识了，也太没有科学的尝试，也太不懂得航空业者他们的这些民航的规范啊。他不知道飞了多久啊，飞了多少次，经过多少论证才会被证明是可以飞的。因为这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安全，怎么可能说随便的就那？因此呢，网络上有些人对自己的产品不信任，没有信心，但是他自己没有自信，他自己负责任。其实不需要演给这些人看。我相信这些高阶的部长呢，也不是演给他们看，而是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目前来讲，最难过的不会只是空中巴士或者是波音，其实最难过的应该是日本。日本当初是跟中国大陆一起就是几乎是同时在拼命在研发这样的一个中型的这种客机，宽体客机，结果日本在年初的时候正式宣布失败了，不知道花了多少，不知道花了几千亿投下去了，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那他们也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做得出来，而且也已经开始去进行商业运行了。这个商业运行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未来在中国也好，或者是我觉得不管是中南半岛的国家，我个人认为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个市场都是很巨大的，目前就已经卖出去1000多架了，那未来的生产力要提升，所以商飞的他们的主管说，未来5年左右，每一年要能够生产制造出150架。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订单会越来越长，那你要交机给人家的时候，订单不能排得太长，所以未来的这些订单要消化掉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大的生产制造力。那当你的飞机营业额越来越高，赚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投资在这个引擎的发动机的这个部门，当然一定会出来的。这个是一个迟早发生的事情。葛莱乙我倒觉得这个人如果不是民进党的话，他也不算一个重要的咖了所以由于民进党的关系，所以他才在台湾的媒体常常出现。不过这个人的研究的水平，看看就好了。好，我们来请教舰长。首先，我要特别澄清一件事情就全世界所有的大型研发案没有一个在追逐100%的自制。为什么？你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去制造，你要生模，要干什么？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天价。所以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在采购过程中间，他所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商源。如果商源是 OK 的，原则上能买就买。当然你要想到说未来敌对的话或怎么样，那你要有一个危机意识，否则只要肯定商源没问题，他不会去自制，因为自制的价格太高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F-35是不是一个听起来都是美国在制造的吧？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有一次土耳其被美国就叫制裁的时候，因为土耳其去买了一个俄国的 S-400防空飞弹，所以美国就把它踢出 F-35的这个合作计划。那土耳其出了15亿美金共同研发15亿没收，然后 F-35有200多个零件是土耳其制造的，它也被踢出去不准造，然后把这200多个零件紧急找到德国的一个公司去生产，然后美国还那时候说要罚土耳其5亿美金，因为它的转移的过程耽误了他们时程，要他赔。如果你稍微记得到，都记得到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在追求100%，他的一个前提就是你去这个商源有没有问题，只要买得到，没有必要去买。那第二个我以前真的是搞不太清楚民航机到底有什么这么的奇特。我们每天都在常做
看看那飞机好像也很普通啊，有这么困难吗？然后你就发觉 C919从开始第一张总装完成哦，就做完了，到今天第一次商飞，整整过去8年。你有没有想到这8年他们投入了多少钱在这研发？它牵扯到多少事情？然后你再去看一个标志，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人物，他不敢去推销商业物品，唯一一个例外的就是空中这个客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为着这个选举啊，这个侯的阵营跟赖的阵营啊，现在互相的在打对方说啊，这个黑金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ET 的民调，就讲说侯友宜在这个治安、打诈跟维护和平的3个能力都是领先赖清德跟柯文哲。那大家觉得说，他最有能力处理治安问题啊，也最有能力处理这个诈骗问题，他大概都有将近这个2成，这边是2成6。26.8，然后这边最有能力处理治安问题是将近4成哦，所以大家对于他在治安方面的表现是较有信心的。那可是赖清德啊，最近也是在讲说打击黑金枪毒的决心绝对不会改变啊，扫黑、网络诈骗还有推动修法会持续来做。今天民进党甚至还大动作开了一场记者会就讲说啊，这个黑金侯友宜啊，侯友宜跟很多的黑金都挂钩在一起啊，就说这侯友宜到了高雄啊，新北又传出了枪响。卓冠廷又讲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兼顾市政嘛，甚至呢，这个侯友宜反过来是拿88枪呛赖清德，可是民进党的爱将就批就说，你这个侯友宜的爱将，这个王文宗啊，这是国民党的大庄脚啊，这可是88枪主使者背后的主使者，所以现在大家互相在泼黑水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这个侯家军都讲说，你赖清德你是不是反而应该要先为这个陈宗彦跟陈欧珀的事情先道歉呢？你邱丽丽只停权3年，还接受这个诈骗集团供养的这个陈欧珀，也只有警告处分通通都是轻轻放下。所以，难道这个民进党就是网络上面人家讲说，你一直抹黑侯友宜就能证明你民进党不黑吗？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这个赖清德去到了云林信赖之友会就是现在诉求说选举要排黑可是呢，你看看台上站的谁这个涉贪的乡长就站在台上他遭到这个贪污罪起诉还这个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的乡长陈建明就这样大啦啦的站在台上，所以你说这跟黑要切割不容易所以也变成现在蓝绿交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点。那另外一个问题点是在哪呢？就是两岸的议题，看起来好像也是各说各话。我们首先看一下赖清德，他主张用备战来避战才能够取得和平不是放弃主权去求假和平和平是两岸的责任，必须跳脱过去的旧框架。而且他讲说，中国大陆这个威胁不是台湾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那可是呢，很多的绿委就是很多的蓝委就讲说，赖清德你一直躲在这个蔡英文的4个坚持之下，绿委就反呛侯友宜你才是在打迷糊仗呢，你到现在还没有给人民一个清晰的政策论述都是在打迷糊仗。所以侯赖之间不断的为着这些迷糊仗看得我们大家都迷糊了，就是你感觉好像又是一波这种蓝绿恶斗的就开始那我们来看一下侯友宜他讲到说自己不懂政治，所以他抛出了两岸对话6个字，就是善意、平等跟尊严。不过马上又被酸了，说你不懂政治，你出来选总统这样不是这很奇怪这你都已经要出来选总统，你说你自己不懂政治那他讲说，民进党用抗中保台、亲中卖台的口号来治国，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分，台湾是不能够这样子分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3个阵营，也就是民众党的阵营。柯文哲是讲说这个你侯友宜一直在避谈9·2共识可是两岸的关系终究还是要面对的我们台湾自主的前提之下，就可以谈这个跟对岸交谈，寻求和平这个两岸终究是要面对的。那你9·2共识，你也必须要讲一下你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再来我们看看
北京这边有一个民调，这是《自由时报》讲的，他说有72.4%认为呢，这个害怕国际介入台湾的这个问题哦。北京清华大学的战略和安全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民调显示哦，就说其实中国大陆的那边的人哦会担心是不是外国的势力会介入。那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啊也在那边放话讲说，中国担不起台海战争。他说，因为美国很厉害啊，美国在印太地区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那鼓励毕业生捍卫全球的民主对抗正在挑战国际秩序的专制国家。可是光是国际秩序这一个词，其实中国大陆就不买账。国际秩序是你美国说了算吗？为什么你美国说的秩序就叫做国际秩序呢？国际秩序应该是人人都有发话权，每一个国家都有发话权哦。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觉得这个美国你不要再想着要当这个世界的老大了。可是你看看葛莱仪的讲法啊，他说台湾应该要正视中国威胁啊，必须要有强大的这个自卫能力啊，民众应该要表现出来，你们有这个自我防卫的意愿。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除此之外，除了现在兵凶战危之外，我们的台积电不是被搬去了美国？竟然又传出一个消息，接二连三，这已经是第2回了。美国的台积村又被闯入了，上回是 B 村被闯入，这一次是 A 村被闯入，不明人士，然后闯进去之后，3名青少年砸毁了一些轿车，7台轿车。那所以那边的台积电工程师就讲说啊，上次有陌生人入侵这个台积村，可是公司的高层似乎都不闻不问，让很多人不太愿意去到这个美国来工作。原本在台湾工作的台积电工程师，可是你看看台积电的无可取代，可是对比起来，富比士的专栏讲说，台海的战争呢，恐怕会摧毁全球 AI 的未来。因为台海10年之内没有办法避免爆发战争，也就是说10年之内可能会有战争哦。那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后果就是战争将会瘫痪全球的 AI 生态系，也就是说，台积电是不是有可能被炸毁，或者是因为战争而受到损坏，让整体的 AI 都要倒退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其实美国不断的放讯息说，未来10年这个很难避免台海战争。事实上，这个就是要引导一种效应嘛，就是说，这个半导体在台湾生产是不安全的嘛。那事实上就是在拱这个效应嘛。那这是不是像蔡英文讲的贩售战争恐惧啊？那黄仁勋是不是也是蔡英文口中的？我跟你讲啊，这个 NVIDIA 黄仁勋，这个Jensen 这个人是蛮了不起的啦。他在台湾演讲，他就讲啊，他说。那个 NVIDIA 的图形晶片可以不在台湾生产，可是中国的市场无可取代。对，这个是人家讲的原话，这个就是说生产那布局很多地方都可以啊，日本、韩国也可以啊，那就是他实际上就在讲美国的立场嘛。黄仁勋这样9岁就去美国了所以基本上他是非常道地的美国人。那美国确实就是这样的思维啊，就说哎呀，在台湾生产好像很危险啊。我觉得要对比那个侯友宜跟那个赖清德的两岸论述我觉得人家的对比不是像在那边打口水的啦，你去讲那个有什么用？人家就对比马英九执政8年跟你蔡英文执政7年是什么样的局面嘛？马英九执政8年签了23个协议，那两岸不是在赚钱吗？那当然啦，那个分配出了问题嘛，所以后来引发了太阳花。那产生了一些买办，令人讨厌，这是事实嘛？可是两岸很平和啊。那马英九执政8年也只有一个国家跟台湾断交，那个国家叫冈比亚，而且基本上他自己干的，跟中国大陆也没有关系。你蔡英文执政7年，调了9个邦交国，然后台湾变成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这英国经济学人讲的，对不对？那美国人现在已经搞到义务役延长1年，然后连警察都要受60%的军训，那其中有68是城镇战。那你再说你执政跟马英九说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谁会相信啊？所以说再多都没用，事实上反映就没有用嘛。比如说你那个赖清德那边讲，他现在又改口了说我是和平保台说我是主张两岸和平。那蔡英文说战争不是台湾的选项。我们不是要问这个啊，我们是要问为什么台海会变成这样啊？对。那为什么马英九8年不会这样呢？那赖清德又开始讲了，说因为马英九那8年是放弃主权的，是吗？
所以他整个论述就是出了问题嘛。这个当他的论述，因为我自己也有直播，我就说他认为那23项协议是失去主权的和平。那个中国大陆就觉得莫名其妙啊，说中华民国政府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授权，然后授权海基海协来签约，这个叫没有主权哦，真是可怕。那岂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丧失主权来跟台湾签这个约？就是他对两岸的理解跟认知还有论述啊，才是问题的根源嘛。你就会造成这个问题更严重哦。不然你回答我嘛，为什么蔡英文执政7年会掉9个邦交国？那马英九执政就只掉了1个甘比亚，而且甘比亚还自己要断交的。那马英九任内有谁说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吗？有说台积电啊，一些公司都赶快到海外布局吗？有这种论述吗？那个时候是全世界很多公司都要到台湾布局啊。对啊，现在反而是倒过来嘛，这个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状况嘛。你如果连这种现实状况你都不承认，那比我们的连辉能科技也跑出去了，台积电现在也跑出去了，然后你说这跟你执政都没有关系，这谁会相信嘛？对不对？对，亮哥讲得太直接，我觉得你可能快要被出征了。好，来问一下赖老师，因为黄仁勋也这样讲，因为黄仁勋是我的偶像，我们是 follow 黄仁勋，所以他出征你就一定要出征黄仁勋。如果他没有出征黄仁勋，只出征这个亮亮，他们双标习惯嘛，这样子，那就代表他们很没有道德勇气。所以你待会再讲，那出征又变成你了，那就转移的速度很快，这样。对。不过我觉得总统候选人在选前还有选举的过程中，都一定会宣示他跟黑道是切割的，画得清清楚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细节看不到的地方，又跟黑道都滚在一起啊。台湾的民众其实是深恶痛绝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黑道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危害很大，但是却又看到这些黑道也好，这中间里面的诈骗集团。是我们的民众最厌恶的，其实比一般的黑道有道义的黑道还要讨厌。因为对贩毒讨厌，对诈骗集团的厌恶也不会输于贩毒啊。那问题就在于，那这些诈骗集团养了多少政客？那诈骗集团的这跟养的政客里面，他们又多诈骗了我们台湾人民多少？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民众无奈跟就是无辜的地方是在于。这些政客怎么会跟这些黑道都牵扯不完？那永远没完没了，就是这套政治体制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有一个，我觉得目前3位候选人都绝对不能回避的，就是你们的两岸政策、两岸论述。我觉得要直面的跟民众来沟通，不能够再回避了，打模糊仗回避都没有意义。赖清德的论述里面用备战、避战。用备战来避战，这个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乌克兰也有备战啊，乌克兰也很努力备战啊，可是他避不了战啊，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个论述是站不住脚的。然后你用备战避战，你要取得和平，那就变成是一个空话嘛。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你还搞不搞台独？我觉得这很重要。可是你除了台独以外，这还不够。我们还要问的第二个问题，这个是要针对侯友宜跟柯文哲的，一定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是绝对不会承认他是中华民族，也就是说赖清德绝对他的身份认同里面绝对不会有炎黄子孙，不会有中华民族。那既然他绝对不会是中华民族，他就是台独嘛，所以你选赖清德就一定是选台独，只是他敢不敢做而已，可他一定是搞台独。那一个搞台独人怎么可能会避战？怎么可能会有和平？那就不用讲了。那我们要问的另外2个人，那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你们认不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炎黄子孙？我觉得身份认同这个部分你回避不了。2位都会反台独，至少侯友宜一定会坚定的反台独。但是问题是，接着你的身份认同问题呢？这个是一定会被对方拷问的嘛？说你承不承认你是炎黄子孙？你承不承认你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两岸之间都必须要去面对的，尤其是候选人一定要直面。
柯文哲说两岸终究是要面对，那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不能说我只是面对，但是我没有答案。那没有答案的话，那选你当总统干什么？所以我觉得是3位候选人都要跟人民做一个交代。那奥斯汀谈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国际秩序问题谁有权来维护？当然就联合国有权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联合国来维持国际秩序。美国人也是应该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你才有权利，不然的话你没有任何权利。好，来请教舰长。首先我要说这3个候选人哦，哪一个人最有能力做好台湾的治安？毫无疑问，你想都不要去想，一定是侯友宜。为什么呢？他一生就在做台湾治安的工作，他的经验太丰富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比说我们今天总统要决定如何去防止诈骗集团，然后底下跟他提了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大计划，要花25亿。蔡英文可能听完就傻乎乎的，哎呀，听起来蛮好的，好吧，我们就拨27亿做这个事。侯友宜这种经历了这么久的这个经验，他一听完，鬼扯淡，这怎么可能有用？毫无用处。他的经验就在这里，所以我先不要讲别的，治安100%是侯友宜，因为这是他一生在学的东西，他那个经验太丰富了。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是次要的，因为你可以说，好比说赖清德当选了总统。我治安不厉害，我找个很厉害的啊，对不对？但是第二点啊，就是另外2个候选人绝对比不过的，什么呢？就是警察界的士气。想想看，有为者亦若是啊，对不对？当初跟我一样的在基层奔波抓这个匪徒的，今天当了台湾的总统，将来有一天我好好看，是不是也可以？侯友宜当选总统，对台湾整个的警界的士气是一大鼓舞，大家士气好。抓匪徒就会更用心，希望不要让我们这个老学长当了总统，结果让我们警界让他捞魁，这是第一个啊。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两岸的关系。两岸的关系，民进党其实说你不要管他说什么东西，我觉得他相当明确的就是对抗，他没有沟通，你看不到他任何的沟通。那你如果对抗你如果赢，我也觉得你很好，但是不可能赢的，两岸差太多，所以吴钊燮才会想到一个核保护伞。你想想看，民进党连核弹都想到了，他实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当一个总统呢，我还是要说侯友宜是最恰当的处理两岸。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当总统这种他不要去做，他只有一个大原则。侯友宜现在提出的大原则，听好这6个字：善意、平等、尊严。各位，这6个字哪一个不好？第一个，尤其是善意，这就跟民进党是截然不同的哦。那当然，柯文哲他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是比较是属于这个愿意跟对方沟通的。但是，因为总统只是决定大原则，底下要找人去做。柯文哲能够找到更恰当的人，还是侯友宜？当然是侯友宜，因为国民党这类人太多了，而民众党是缺乏的，所以2个比较起来，侯友宜都是遥遥领先另外2个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